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炸鸡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继续可控核聚变的话题，借着 NIF 的核聚变实验装置，聊聊可控核聚变是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看过我上期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把可控核聚变的发展分成3大步。第一步是用反应截面最大的氘和氚做燃料，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运营。第二是用能量密度更高的氘、氦三做燃料，实现能量输出的大幅增长。第三是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小型化，使它能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域。所以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要实现氘氚可控核聚变，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关于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被网上的很多消息给忽悠了。网上有很多人经常用什么实现能量竞争力来让那些对能量竞争力这个名词并不十分了解的人觉得可控核聚变可能很快就会实现，但其实这是误解了能量竞争力的概念。我们就以2022年美国 NIF 的那次可控核聚变实验来说吧。当年的12月13号，美国能源部正式宣布劳伦斯利佛摩尔国家实验室的国家点火装置，也就是 NIF， 在12月5号的可控核聚变实验中，首次成功实现了净能量增益。试验输入了 2.05 兆焦的能量，而产生了 3.15 兆焦的能量，产生的能量比投入的能量多了 53.7%， 能量增益比 Q， 也就是燃料产出的能量和燃料吸收的能量的比值达到了 1.537。对此，美国能源部长 Jennifer 格兰霍姆说，这一突破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这项成果预计可以帮助人类在实现零碳排放能源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今年4月 NIF 又传来了好消息，能量增益比 Q 已经达到了 4.1。 很多人看到这些报道就以为在可控核聚变上 NIF 已经实现了产出大于投入，下一步就是如何产业化的事儿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在解释为什么之前，我们先需要来了解一下 NIF 核聚变实验的大致过程。关于 NIF 的实验过程，大家请看屏幕。屏幕左上角的图片就是 NIF 核聚变实验用到的燃料球，它的直径大约是 2.1 毫米，表面非常光洁，表面粗糙度是纳米级的。燃料球的最外层是高密度的碳、苯乙烯或金属皮制成的外壳，厚度是150微米。实验过程中，当燃料球被加热的时候，燃料球的外壳会迅速气化，并形成强烈的气流向内向外喷出，对燃料球内部的物质以极高的对称压力向内压缩，从而提高它们的密度。在燃料球的内部，紧挨着外壳的是在约零下254摄氏度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氘氚固态冰层，冰层的厚度约是70微米，且厚度必须非常均匀。这个冰层会在外壳被气化后被压缩到大约相当于水密度1000倍的极高密度状态，这样才能让压力精准地传递到燃料球的中心。在氘氚固态冰层以内是氘氚混合气形成的气态内核。当氘氚固态冰层被压缩的时候，气态内核首先被加热到几千万开尔文，形成热点。接着，当外面的冰层向内坍缩的时候，压力冲击波会在气态内核的中心汇聚，使位于气态内核中心的氘氚最先达到聚变条件。再接着，核聚变就依次传递到中心周围的氘氚气体以及氘氚冰层，最终整个燃料球完成核聚变反应。而在屏幕右上角的图片是为了实现核聚变反应而设置的环空器。环空器其实就是一个激光汇集装置，它是整个 NIF 实验装置的关键设备之一。在实验前，燃料球通过一种被称为帐篷的超薄膜状结构固定在环空器的正中。192束激光从环空器的两端以预先确定的角度射入环空器的内壁，将环空器内壁加热至数百万开尔文。
环空气的内壁受热，就会产生高温等离子体。这些高温等离子体会辐射大量的 X 射线，这些 X 射线具有几千电子伏特的动能，它们在环空气的内部经过多次反射，使整个环空气的内腔的 X 射线分布变得非常均匀，这样就能让身处其中的燃料球就像浸泡在 X 射线的澡盆里，从而受热均匀。让燃料球受热均匀，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否则就无法在燃料球中心形成足够的冲击波，也就无法发生核聚变反应了。另外，引发核聚变的192束激光，为了保证一致性，都是来自同一束激光。NIF 把一束激光经过分割、放大、再分割、再放大，最后分成192份，然后再让每一份激光从不同的角度射入环空气的内部。为了达到以上所述的要求， NIF 是极其庞大的，它的占地面积超过了3个足球场，其中最高的建筑物有10层楼高。占场地主要部分的是激光的生成、分割、放大和传输设备，而真正的核心区域只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右下角那部分被众多红色管路所包围的，被称为靶室的银色球体部分。画面中的其他设备都只是为了保证靶室的工作而配置的附属设备罢了。在了解了 NIF 核聚变实验的大致过程之后，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说 NIF 离产业化还非常遥远这个问题。事实是 NIF 的这次实验里的能量投入仅仅统计了燃料球吸收的能量。激光从发射器射出，经过各种光路和转换，最后传输到燃料球的表面，再被燃料球吸收，是有很大的能量损失的。而电能变成激光，转化效率也不可能是100%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激光系统能量效率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考虑能量最初的来源，那 Q 值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 NIF 激光装置的能量转化效率是非常低的。后来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为了能将 2.05 兆焦的激光照射到核燃料球上， NIF 总共消耗了400兆焦的电能。因此，如果我们把能量增益比 Q 里燃料球吸收的能量更换成产生这些激光所消耗的能量，那实验的能量产出和投入的比值就只有 0.008， 产出远远的小于投入。所以，如果激光系统的能量转化效率没有本质上的提升，能让 Q 值提升2个数量级， NIF 想让核聚变反应进行下去，在第一个核聚变反应发生后，后面的核聚变反应就不能还用激光来激发，而是要依靠前面已经发生的核聚变所产生的能量来激发。就比如用这些新产生的能量直接加热环空气，产生 X 射线，而不是把核聚变产生的热能先变成电能，再把电能变成激光，最后再用激光来激发环空气，放出 X 射线。因此，如何利用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是核聚变产业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另外，如何保持燃料的持续补充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还有，我在这个系列的第1期节目里曾经提到过的，由于地球上的氚非常稀少，因此一个产业化的刀氚核聚变反应必须要解决氚增值的问题。而对于像 NIF 这样的装置，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对于我刚刚提出的这3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才会说 NIF 离产业化还差得很远。或者我说的更直白点， NIF 可能根本就不是为了商用而设计的，它的成功在理论层面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在实用层面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即使 NIF 已经多次成功进行了 Q 大于1的核聚变实验，多数人却依然认为未来实现可控核聚变商业化的还是要依靠托卡马克装置的主要原因。不过在这儿我要多说一句，网上有传言说 NIF 的这种计算能量增益比 Q 的方法是在投机取巧，但其实
这种计算方法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目前，所有核聚变实验装置的 Q 值计算统计的都是燃料放出的能量与燃料吸收的能量的比值，而不是与产生这些能量所消耗的能量的比值。更没有统计维持燃料处于可进行核聚变状态所消耗的能量。就比如中国的 EAST 这样的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在计算它的 Q 值统计能量输入的时候，也只统计了核燃料所吸收的能量，也就是核燃料所获得的热能，而产生这些热能所消耗的能量，以及维持磁场所消耗的能量这类的辅助能源消耗是不被统计在内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搞清楚。看到这儿，可能就会有朋友问，这也不统计，那也不统计，那 Q 值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其实 Q 值主要的意义是体现在实验室内的，它至少能说明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能量的产出大于能量的输入，但这不表示在工程上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千万不要把科学用语和工程用语给混为一谈了。如果想在工程上做到，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也许还会有朋友问，说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来评价核聚变是否具有产业化的条件呢？目前国际上基本认为，当 Q 大于10的时候，实现核聚变的产业化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而如果 Q 值大于100，则表示可控核聚变的工业化很快就会到来。这也是为什么即将建成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 ITER 会把它对 Q 值的目标定在大于10的原因。关于 ITER， 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向大家进行介绍。好，关于 NIF 的核聚变实验装置以及实现可控核聚变产业化的前提条件，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在后面的节目里，我会和您聊目前被最广泛应用的托卡马克装置。在节目的最后，请允许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炸鸡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